戒烟是最好的养生，你吃再多的保健品，也没有把烟戒了，对身体的好处多。戒烟是最好的投资，你赚再多的钱，也换不了你的肺。戒烟是及时止损，是停止伤害自己，是保全自己的家庭。戒烟一定要趁早。其实很多老烟民刷到这种视频，手指都会下意识地滑走，不是不想戒，是太怕了，怕戒不掉的那种难受，也怕再也享受不到抽烟的快乐。其实这种恐惧，恰恰就是烟瘾最厉害的地方。看透它，你才会自然而然放下它。因为如果只是习惯，为什么戒个烟会那么难受？为什么会有那种抓心挠肝、坐立不安的感觉？这背后其实藏着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意识到的局。咱们把时间往回拨一点，拨到你第一次抽烟那天，那个时候你抽第一口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呛得不行？是不是头晕、恶心、想咳嗽那种感觉？你管它叫享受吗？肯定不叫。那为什么后来你居然觉得这东西香了？因为那个叫尼古丁的东西在你身体里埋下了一个钩子。它怎么做的？你抽一口，几秒钟之内，这东西就跑到你大脑里，给你一下刺激。这一下刺激不会让你爽上天，但它会留下一个痕迹。等它浓度降下去，你的身体就会发出一个信号，好像缺点什么。这个缺点什么的感觉很微妙，它不是疼，也不是难受的受不了，但就是一种隐隐的空落落，烦躁坐不住。你以为是无聊，以为是压力，以为是想提提神，但其实那只是上一根烟留下的账。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会下意识地再点一根尼古丁，一进来，那个缺口被填上了，你舒服了。但你发现没有，你舒服的原因是因为你填上了一个缺口，而这个缺口是上一根烟给你挖的。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闭环，先欠账再还账。还账的时候你觉得爽，然后你以为这个爽是抽烟给你的。我打个比方，你一听就明白了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本来舒舒服服地坐在沙发上，什么毛病没有，你突然拿个枕头捂在自己脸上，捂到自己快喘不上气了，然后把枕头拿开，大口吸了一口气，感叹一句：哇，活着真好啊！你会觉得这个人有病吗？你会觉得他是在享受呼吸吗？可烟民每天在做的就是这件事，只不过那个枕头是尼古丁做的，而且这个枕头捂得太久了，久到你忘了是自己捂上去的，还以为拿开枕头那一刻的解脱是抽烟带给你的快乐。说到这儿，你可能已经开始有点感觉了，但先别急着下结论，因为这只是第一层。你这么多年贪图的那些好处到底是怎么来的？为什么说抽烟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一场错觉？你回忆一下，你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最想来一根？是不是这么几种？压力大的时候想来一根解解压，干活干到卡壳的时候想来一根提提神，吃饱喝足往那儿一靠想来一根享受一下，等人等车无聊的时候想来一根解解闷。咱们先别管这4个场景是不是涵盖了你的全部，咱们就看一件事，解压是让你松，提神是让你紧，享受是让你沉进去，解闷是让你打发时间。这4件事，有的是放松，有的是紧张，有的是沉浸，有的是逃离，它们的方向完全不一样，有些甚至是相反的。我就问你一句话，这世界上有什么东西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起到4种完全相反的作用？没有，根本不存在。那为什么我们会觉得一根烟既能解压又能提神？咱们把其中一个拿出来仔仔细细盘一盘。先说解压，你回想一下，哪次你压力大的时候抽烟，那个压力是怎么来的？大多数时候你遇到的烦心事，比如领导骂你了，和对象吵架了，工作搞不完了，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，你有多久没抽烟了？少说1-2个小时吧，1-2个小时不抽，那个缺口其实已经悄悄出现了，只是它很轻，你感觉不到。但烦心事一来，2种不舒服叠在一起，一种是那个隐隐的空落落，一种是事情本身带来的焦虑，2个一加，你就成了一个压力山大的人。这时候你点上一根烟，缺口被填上了，那种空落落的感觉消失了，你从2种不舒服变成1种不舒服，整个人一下就松下来了。然后你的大脑记了一笔账，抽烟等于解压。但你想过没有，不抽烟的人遇到同样的烦心事，他们是什么状态？
他们就只有那一种不舒服。他们不需要先填一个缺口，再去面对事情。你不是在解压，你只是把自己拉回到和别人一样的起跑线上。那个压有一半是烟自己给你加的。再说提神，很多人说干活干累了，脑子转不动了，来一根烟思路就通了。但你仔细回想一下，在你觉得脑子转不动之前的那几分钟，你在想什么？你是不是其实已经在分心想抽抽烟了？你是不是已经有点坐不住了？那个转不动根本不是事情难，而是烟瘾在轻轻拉你，它拉着你，让你没法专注。等你点上一根，把那个拉扯的感觉消掉，你又回到了事情上。你以为烟帮你专注，其实是烟先打断了你的专注，然后又让你找回来。更扎心的是什么呢？抽烟会让你的血液血氧能力下降，氧少了，大脑就转得慢，你越抽注意力的底子就越差。你不是在提神，你是在给自己慢慢降频，然后抽一根回到正常，还以为自己提速了，接着看享受。很多人觉得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，尤其是吃饱喝足往那一靠，来一口，慢慢来，那种感觉简直了。但你随便找个测心率的设备试一下就知道了。你抽烟的那几分钟，心跳在加快，血管在收缩，血压在上升，这些全都是生理上的紧张。你感觉到的放松是从那个缺口的底部爬上来的瞬间感受，那不叫放松，那你还债后的如释重负。而不抽烟的人，他们饭后是什么状态？他们从头到尾就是放松的，他们没有债不用还，最后一个解闷儿，无聊的时候来一根，好像就有事做了，好像时间就过得快了。但你想想，你不抽烟的那些人，他们无聊的时候怎么办？他们会发呆，会看看四周，会想想事情，这是人本来就有的能力。而你只要一无聊就点烟，你其实是把无聊这种感觉和抽烟绑在了一起。你以为烟帮你解闷儿，其实是烟让你面对无聊的能力退化了。讲到这里，不知道你发现没有，上面这4个好处没有一个是真的得到，全都是在还债和补缺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都没发现？因为还有一个东西在背后帮烟打掩护，这个东西你可能从来没认真想过。你想想，那些电影主角遇到难事的时候，是不是经常皱着眉头点上一根烟？那个镜头想表达什么？表达它很深沉，很有故事。你想想那些广告，那些段子，那些身边老烟枪的话，有多少把抽烟和男人的时刻、思考的时刻、放松的时刻绑在一起？你从小到大接受了多少这种暗示？社会、媒体、影视剧，身边的人全都在帮你强化一个事情：抽烟是有用的，抽烟是有感觉的，抽烟是属于某种人的。这是一张巨大的网，你不是一个人在对抗烟瘾，你是在对抗几十年积累下来的集体幻觉。讲到这儿，你应该已经感觉到了，这件事不是靠忍能解决的，因为忍的逻辑是什么？是有个好东西，但我不能要。你越忍那个好东西的幻觉，就越牢固。那到底该怎么破？咱们先别急，先聊聊那些年你可能试过但都失败了的方法。把坑认清楚，后面的路就好走了。我问你个问题，你以前试过戒烟吗？如果试过，你用的是哪种方法？我见过的大多数人无非是3种：硬扛、减量、找替代品。咱们一个一个看。先说硬扛，也就是靠意志力强忍。你告诉自己，从今天开始，一根都不抽了。然后你开始数日子，第1天、第2天、第3天，每一天都在跟自己较劲。你觉得难受，你觉得委屈，你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？这种方法的成功率有多低？不用我多说。为什么低？因为你在做的是用忍耐去对抗渴望。你那个渴望的源头是什么？是你内心深处觉得抽烟是件好事。如果不是好事，你忍什么呢？有什么好忍的？每一次你忍住不抽，你都在心里强化一个念头：我在放弃一个好东西。这个念头会让你更想抽。等你哪天没忍住点上一根，你会觉得这根烟比平时都香，因为你忍了那么久，终于犒劳了自己。于是你不仅复吸，还比以前抽得更狠。这叫意志力。戒烟法它不是没用，它是反着来的。再说第2个常见方法，减量法。我今天抽1包，明天抽15根，后天抽10根，
慢慢减，慢慢戒，听着很温和，很科学，对吧？但你试试就知道了，你减量的时候，那个缺口会变得更大更长，你会一直处在一个不够的状态里，你比以前更惦记烟，比以前更容易烦躁，比以前更觉得每一根都很珍贵。你以为你在戒烟，其实你在给每一根烟加戏，你把它变成了奖励，变成了盼头。到最后，要么你坚持不下去，回到原来的量，要么你卡在某个数量上，再也减不下去。这叫减量法。可问题是那个东西是什么？是尼古丁的缺口。你换一种方式往里填，缺口还在，你还是那个欠债的人，只是换了一种还债的方式。电子烟抽的少了不？很多人是烟戒了，电子烟抽的比烟还凶，因为你发现它好像无害，随时随地来一口，结果摄入的更多。而且这些东西全都在帮你延续同一个幻觉，你需要那个东西来让自己舒服一点。这3种方法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他们都在跟烟瘾正面硬刚，或者绕着弯子哄他，但他们都没有回答那个最根本的问题：你抽烟到底图什么？如果这个问题不回答，你永远在跟他较劲。你今天用意志力压住他，明天他用更猛的渴望反扑你。你今天减量，明天他让你更惦记。你今天用电子烟替他，明天他换个形式继续要债。那到底该怎么办？接下来咱们要说的才是真正能让你放下的方法，不是靠忍，不是靠骗，是靠看透。好，到了最关键的部分，如果前面那些方法都不行，那到底该怎么办？答案是一个很简单，靠对抗，而是靠看清。你不需要战胜烟瘾，你只需要看清它是个什么东西，那看清了它就没力气了。下面我讲4个问题和5个认知，你可以把这些记下来，也可以截图，以后每次想抽烟的时候就拿出来问自己一遍。第一个问题，我真的在享受吗？你现在就可以点上一根，然后认真的感受一下，第一口下去，你的喉咙是什么感觉？是不是有点烧，有点呛？烟气往下走的时候，你的肺呢？有没有一丝恶心？有没有一点想咳的冲动？那些你以为的醇厚、顺滑过瘾，到底是真的，还是你这么多年给自己洗脑洗出来的？你的身体其实一直在告诉你实话，那些呛烧恶心是他在喊，这东西在伤害我，只是你以前把他的声音关掉了。你现在再问问自己，这叫享受吗？第二个问题，我愿意为这根草付多少钱？你认真算过这笔账吗？拿我自己来说，一天2包，1包20块，1个月1200，1年1万，10年15万，20年30万，30年45万。你还不算因为抽烟生病的医药费，不算他让你多交的保险费，不算你可能缩短的那些年，不算你因为抽烟咳嗽没精神影响工作的那些隐形损失。你抽了这么多年，烧掉的钱够买什么了？一辆车，一个首付，一次全家人的旅行，还是孩子几年的学费？你每点上一根，烧的不是烟，是你自己挣来的时间、体力、精力换回来的钱。你愿意继续烧吗？第3个问题，抽烟到底给了我什么好处？你静下心来，一条一条想，它帮你解压了吗？刚才你们抽烟，它帮你提神了吗？还让你缺氧，它帮你放松了吗？它帮你解闷了吗？它帮你社交了吗？第4个问题，不抽烟我会失去什么？这个答案很清楚，你会失去那种抓心挠肝的感觉，你会失去满身的烟味，你会失去早上起来嗓子里的那口痰，你会失去担心自己得病的焦虑，你会失去每次抽烟时对自己的那一点厌恶，你会失去被人嫌弃的眼神，你会失去被这个小草卷控制的不自由。你会失去什么？说完问题，再给你5个认知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接下来几周的护身符，每次念头起来的时候就拿一个出来想想。第1个认知，你一定能做到。你和那些成功戒烟的人没有任何生理上的差别，他们能做到，是因为他们看清了，你也看清了，所以你也能做到。唯一能让你戒烟的人就是你自己，而你现在已经有了最关键的认知。第2个认知，戒烟不需要放弃任何东西，这一点一定要刻在脑子里。你以为你会失去享受、放松、陪伴，但这些从来就不是烟给你的，它们是你本来就有的，你只是拿回了属于你自己的东西。你不是在失去，你是在回归。
第三个认知，没有就抽一根这种事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当你把烟戒掉一段时间之后，可能会有那么一个瞬间，可能是遇到烦心事，可能是喝了点酒，可能是身边有人递烟，你会想就一根没事的，我已经戒掉了，我控制得住。但你一定要记住，那一根会把那个缺口重新打开。你以为你在控制它，其实是它在等你，给它机会。而且那一根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好，因为你已经看透了它，它会变得又呛又恶心。你只是在给自己找不痛快。第四个认知，这不是习惯，这是毒瘾。别再给自己找借口说我就是习惯了，习惯是你可以改的，毒瘾是需要你认清的。认清这一点，你就不会对他客气，你会把他当成一个敌人，而不是一个老朋友。第五个认知，生理上的难受微乎其微。很多人害怕戒烟是怕那个难受劲，但科学研究早就说了，尼古丁的生理阶段反应其实非常轻微，你感受到的那些抓心挠肝，99%是你心理上的戏。你到这里你已经明白了，你手里的那根烟从头到尾什么都没给过你，他只是拿走再还回来。你不需要战胜他，因为你本来就不欠他什么。你不需要想着这是我最后一根，你只需要知道你随时可以不再点下一根。从这一刻开始，你其实已经自由了，剩下的就是去体验一下这种自由的感觉。